美感啊，不是一种天生的技能，而是后天开发的感受力。鹿角蕨是我觉得植物美学里面最佳的代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brina， 欢迎来到清华鹿苑的频道。最近呢，想必大家越来越常听到鹿角蕨这个植物，都会很担心说，如果想养的话，会不会很难养？鹿角蕨所需要的条件会不会非常的高？但完全不会。所以这一集啊，我们就是来告诉大家说，如何开始你的第一颗鹿角蕨所需要的必备条件。鹿角蕨所需要的3大条件有温度、湿度跟光照。我们现在大家养的环境啊，其实也分为3种，有陆养跟阳台，还有纯室内。那这3种环境啊，其实在清华鹿苑这个园区，我们都有类似的环境，所以我们也会把所有这3种不一样的注意事项，会详细跟大家做介绍。首先讲到陆养，其实陆养对于鹿角蕨来讲的话，比较辛苦一点就是太阳直晒的问题。鹿角蕨喜欢有遮阴的环境，那太阳直晒对他们来讲比较辛苦，所以如果要陆养的话，首先第一个必备条件就是你要挑一个很强悍的品种，就是生存能力很强。像是我们这边养在户外的品种，原生种之一的爪哇，这种爪哇它的年龄都已经够大了，所以它养在户外，我们也是都没有去给它浇水，就交给天养，它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。接下来就是最常见，就是我们养在阳台，就是每个人家中的阳台，阳台的光线通常都只有单边。或是有些人的阳台会直晒，都会建议大家可以拉个遮光网，像是温室这种都是拉50%的遮光网。那阳台植物比较常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阳台的受光只有单边。那如果只有单边的话，其实鹿角蕨它会去追光，那单边受光不足的话，它会往阳光墙那边去长。所以我们最重要一点就是要适时的帮它们移动位置，让它两边均匀受光，它的形态就可以很漂亮。再来还有一种环境是室内，那其实蛮多人刚开始以为鹿角蕨可以跟观叶植物一样，放在室内环境的话，用微光这样子或是日光灯，其实也可以养得好好的，但完全不一样。鹿角蕨啊，它养在室内的话，大家一定要加装植物灯。那我们一般家用的 LED 灯呢，是没办法提供鹿角蕨所需要的植物光谱照度。养在室内的话，一定要加装植物灯。那其实养在室内一定会养得比在户外好。每一瓶鹿角蕨耐热的程度不太一样，大部分鹿角蕨你就是提供的环境啊，不要超过35度以上，其实它都可以安然度过。因为最难的就是度夏。也有人问说鹿角蕨怕冷吗？但鹿角蕨其实怕热胜过于怕冷。我们这边园区是在淡水，那淡水其实这边冬天寒流来的时候真的蛮冷的。那我们发现是5度以上都还好，其实比较冷的时候它只会停滞生长，生长的比较缓慢。只要冬天过了又恢复了，那所以也不用特别的去避寒。接下来讲到湿度啊，其实大部分人会觉得，鹿角蕨就是蕨类，那一般蕨类的印象中就是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，但鹿角蕨是完全不一样。它喜欢的是干湿循环，就是如果每天给它很潮湿的环境，水态很潮湿的状态下的话，它其实整体的植株会非常的不健康。那它也没有那么怕干。之后有一集是关于讲到每一个品种它的浇水的方式，但其实大部分浇水的话，记住一个就是干湿循环。你摸起来干了，再给它补充水分，浇满水之后，然后再过几天干了再浇，就是一个循环，这样对它来讲是最好的。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给新手的第一颗鹿角蕨，那我们建议的品种。刚开始最起初的话，爪哇是我觉得最适合的品种。我手上拿的这一瓶就是爪哇，爪哇的话是18种原生种之一，它也是形态最多变化的一种。像是后面可以看到这种各式各样我们家的招牌啊，珍珠皇后、狮子座，或是侏儒类型的话，都是由爪哇里面变异而来的。爪哇的话非常的好养，生存能力也很强，很够。它整体形态是它会有漂亮的冠，跟手的话是有垂坠感的。它整体的话会落在中型左右。那你喜欢那种垂坠感的话，爪哇就蛮适合。它价格也很平易近人，那生存能力也很强。爪哇可以陆养，存活率还算高。你看这个爪哇就是我们养在温室，其实没有多特别照顾。因为我们这边就其实很多颗，它只是放在角落，提供良好的光照的话，它就会自己长得很漂亮。我们讲完爪哇这种垂坠感的形态啊，还有一个也蛮推荐的，
像是柠檬鹿角蕨，它的形态就跟爪哇完全不一样，它是属于非常耐高光的品种，它会向上生长，就是会往上长的。那往上长有一个优点就是比较省空间，然后加上它的冠啊，其实会比爪哇来得更细致。我觉得柠檬鹿角蕨是最符合鹿角蕨这个名字的形态，因为你看它的分叉跟它的绒毛，就像是我们鹿茸的感觉。柠檬的话，我觉得它算是非常好养的邻家鹿，它的价格也很平易近人，但它形态很细致，它的手会比较细腻一点，然后有些会呈现一点青苹果色。关于新手啊，挑选品种很重要，因为首先就是你要建立起你的自信心，不要一开始就选那种很难养的品种，就满满的挫败感。还有这个女王也是很多鹿角蕨大家入坑都会养的必备的一品，而且是8种原生种之一。大家知道女王鹿角蕨是属于单芽型的，就是单芽型就是它不会生侧芽。女王这一品啊，它顾名思义就会长得到非常的大，这个大小其实我们养大概3年，从小飞苗长到这样子。但女王是一个非常好养的品种，最有成就感，因为你看到它脸会包起来，然后长得很快。这一品也蛮推荐的，像是你可以看到它这张脸包起来，其实很像包心菜的感觉，很疗愈。然后等一下我们画面可以带到，就是我们养了10年的女王是长怎样。那这是女王鹿角蕨3岁跟10岁的差别。那它长大是真的长手很漂亮，很漂亮，朋友们。虽然大家会担心它以后长那么大，但其实还好啦，你前面还是有5年的蜜月期可以欣赏它，等真的挂不下再想办法就好了。最后来讲一下，现在因为都市化的社会啊，其实最怕就是植株长太大没有空间放。那这几年有这种侏儒类型的，它就是我们爪哇变异出来基因突变，然后变成这种长不大。这一颗的话就是玉女，玉女的话是侏儒6大石兽里面的其中一种，但也是我们觉得最好养的侏儒款。因为侏儒本身就是一种基因缺陷，所以它的生存能力没那么强。但是玉女啊，它已经算里面生存力很强，然后也不会那么怕热。像是这一颗大概是2年半到3年，那它手长大小其实才这样子。就我们刚刚看到的一般的爪哇长大之后缩小10倍的感觉。玉女也是我们很推荐大家，如果刚开始养，喜欢养这种精致小小的啊，最适合最推荐的品种。你可以看到它的手的形态非常细致，会有一点微卷，白毛也非常的多。那也就是我们台湾的国民侏儒。刚开始如果要养鹿角蕨的话，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难，你只要带回来一颗好养的品种，然后已经上好板了，适时给它一点水，给它一点阳光，它其实都可以很健康的长大。接下来如果想要越来越进阶的话，就会开始到自己上板，挑选更高级的品种。那这方面的话，还会有更多的影片去做介绍。整间温室就是我的美术馆，鹿角蕨就是我的艺术品，植物美学就在你我之间。